那我们前面已经提过这个 CNN 的模型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类神经网络模型？然后呢，怎么样在 TensorFlow 里面哦去把它给建构出来？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当我们建构出来之后呢，我们应该要怎么下去做编译跟训练哦？我们现在画面上这个简报呢，哦，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上面的方法怎么跟我们之前的方法一样？好，没有错。我们这个地方呢，先采用之前的方式哦下去做编译跟训练，哪里不一样？哦，如果你要讲哪里不一样的话，大概就只有我们设计的那个模型不一样。之前的模型呢，它是纯类神经网络，哦，纯深度学习下去做。然后呢，现在新的模型呢，我们采用 CNN， 所以它在那个 sequential 里面会有2件事情。第一个，它会有这个词化的过程，然后我们在词化过程里面也放词化跟 pooling。好，当它的这个影像处理完毕之后，让它来到一个这个特征萃取比较高，以及它空间尺寸比较低的这个资料的情况下呢，我们用全连接层啊把它连接在一起，之后再放回去什么地方？放回去我们的类神经网络里面。好，那最后啦，你的那个 output 啊，记得就是要4个结果，因为我们是在4个分类里面哦。那以此类推啊，如果你是做这个 CIFAR 100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你最终的电池结果应该要把它设定成100。好，如果你把它设定成10啊，一开始你的那个什么，你在这个做 fit 的时候，你会给它什么东西？你会给它这个 training data 啊，应该说 X data 哦，以及 Y data。它在 Y data 上面呢，因为我们有去做什么 one hot 啊，在 one hot 上面，它会跟你讲说，它发现它的这个输出的资料哦，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匹配啦，它没有办法把10个跟100个下去做媒合啊。好，这个地方基本上你就可以检查到你的错误了哦。好。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先让我们这个编译好的模型哦，采用这个惯用的最佳化方法。我像目前讲过最佳化方法使用 ADAN 啊，然后损失函数呢，我们采用 NSE。好，确定完之后呢，我们就使用 Model Fit 哦，把我们这个 X data 跟 Y data 送进去。然后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去决定一下你这个 epoch 的这个次数到底要跑几次哦。我们先跑一下这个案例，这个地方呢跟上次完全一样哈，它就只差在什么地方？我们刚刚提到，就只差在模型长得不一样。好，我们之前的模型是只有什么？只有这一段。好，只有这一段就是 input 进来之后直接进全连接层，好，然后呢就直接看你要接几个这个隐藏层，最后的结果呢你必须要把电池在你要的那个结果上面，就走这样子而已哈。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 CNN 给加进去 ，CNN 在哪里 ？CNN 是上面这一段，好，这一段，好，就是在加入展屏之前啊，我们可能会放 CNN， 这个不一定是这样放哦，根据某一些这个设计的架构。有一些人他前面呢，他可能会先去做传统的类神经处理，处理到一部分之后呢，转换成用 CNN 下去做处理。CNN 处理完之后呢，因为最后他要做分类任务啊，做分类任务最后还是得回到传统的这个类神经网络下去做这个分类任务哈。讲到这件事情哦，其实呢，我们在做深度学习任务里面啊，不是只有在做图片的处理或者是影像的分类，不一定是做分类任务，它有可能是做一些其他的运用。那其他的运用呢？它通常大家会先从类神经网络这个模型啊下去做尝试。那在过程中，有一些人他会想说，既然学过 CNN 啊，能不能把 CNN 的这个概念套用在这个其他的运用上面啊？答案是可以的啦。好，那效果好不好？基本上要试了才知道，因为这里面在模型里面它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它在建构上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如果你有好的方法，我觉得其实你都应该试看看啦。好。那总之呢，我们这个模型建构起来之后呢，这个刚刚摘要已经看过了哦。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去做 compile。那在 compile呢，我们就用我们目前知道的这个 Hello World 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啦，可是它是目前 Hello World 里面比较容易理解的方法，就是最佳化函数，然后采用 ADAN。好，这个 loss function 呢，我们使用 NSE。那就反正就下去采用。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让它去做 model fit。我们把我们的 X data 下去做，记得资料去做正规化。我们正规化方式目前是直接除以255所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 RGB 资料的弱点是0到255之间，所以直接除以25，让它放到0到1之间。好，那你的这个 Y 圈里呢，为了要配合我们之前的讲法啦，所以我这些资料也去做什么？也去做了这个 one hot。所以呢，基本上它的那个资料都会放在这个0000，然后某一个位置0000。OK， 好，训练次数呢跟这一份这个影像的考古题考几次？考10次。我们先看一下它这10次的表现怎么样。好，那这个部分呢，它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哦。那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啊，它在训练的过程，如果说你反复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可能它会消耗掉太多的机体啊。你可以直接从右上角这个地方去
查看你那目前记忆体的状况哦，还有它那个磁铁的使用量。如果你发现你的那个记忆体啊一直如果有往上飙的话，你可能要去注意一下，因为如果它的记忆体来到了上限的话，它就会直接把你的这个 core level 直接停起来，跟你讲说它没有办法继续，因为它当时给你加开的那个伺服器啊，那个记忆体是有控制的啊，是有上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去这个特别去设定哦，你要使用比较大的记忆体哦下去做这样的操作。好，那它现在的速度稍微有点慢啊，稍微有点慢啊。如果说你要去让它速度比较快的话，基本上你可能也需要把它换到其他的这个应该说其他的 GPU 上面啊。我们现在目前是用纯 CPU 在跑，不过我们也是让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好，那因为它现在已经跑到第3个 epoch 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loss 值呢，从 0.06 哦，有下降到 0.055， 然后再来下降到 0.5 啊，这里面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其实它的学习啦，一直有在向什么东西，向我们的标准答案贴近。虽然我们的模型不一样哦，前面是用类神经网络模型下去做，现在是 CNN 的这个卷积的这个类神经网络模型搭配全连接层，然后下去做分类任务。好。这个模型对，现在就是在跑这个模型。好，那这个过程中呢，虽然它的这个compile的方式是一样的哦，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成效了啊，可以看到这个成效。目前它的准确度从原本的45%上升到59%，然后进到64%，然后进到68%，进到7%啊。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你看起来它的学习的这个趋势应该是非常稳定的了哈。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说你是用传统类神经网络呢，这个有时候它不一定它有办法顺利的逼到结果哈，逼近到你期望的结果。如果你发现你能用到的招式什么叫做你能用到的招式？第一个就是你的资料集你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样本数到底够不够，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是你训练的这个最佳化方法这个选的到底好不好？你可以把目前有的最佳化方法全部挑过一次。好，接下来再来就是你的 epoch 你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次数到底足不足？如果你发现了每一次考古题考出来的分数都差不多的话，那你的样本数量也足够的情况下，大概就是你必须要换个模型换个方向换一个这个其他的这个应对处理方式那像我们现在目前讲法就是说，你如果是纯粹使用类神经网络下去做训练，你觉得它成效不好，或者说你觉得它的训练的速度不够快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导入 CNN 把这个 CNN 的功能把它加进去，看是不是说我这个资料呢经过这个 CNN 的处理之后，去把这个图像的这个资料萃取出来，然后呢再去做这个资料的缩减，最后再放在类神经网络里面可以让它训练速度变得更快这个要试才知道了来，我们这个快跑完了我们印象中，我们在上一次的案例里面它至少会达到80%至少会达到80%就是应该有进到这个 0.8 左右了那当时是因为跑20次我们现在只跑10次跑10次，它现在目前看到应该也是有进到 0.7 的 77%。好，基本上这个模型如果说真的要使用的话，通常会建议你的这个 loss 值要再低一点那至少你的准确度要来到 0.9 以上甚至要 0.99 0.99很简单因为它基本上只要你的训练速度够快的话，多跑几次应该就会有了好，那我们其实回到讲义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现在用目前已知既有的方法下去做训练，那有没有其他的训练方式有没有其他训练方式那其实我们上次有提到啦就是说如果你要进行分类任务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用一般的方法下去做，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透过交叉商交叉商呢，它是一种特别适合进行分类任务的一个方法。那它在交叉商这个地方又分了两种一种叫做普通交叉商，非常非常普通的普通交叉商，一个呢叫做稀疏交叉商这个简单来讲它就有点不是那么普通啦那普通交叉商是什么？你看就我们现在目前的课程下去讲我们的这个 input 的资料它要长什么样形式，通常自己心里面要有谱，然后呢一定要去确定那个 output 长什么样子如果说是 CIFAR10 你的神经元最后 output 就要10个嘛。好，那如果是 CIFAR100 的话，你最后那神经元基本上就要100个。那个100的那个资料呢，它不可以显示100如果它第60个标签它不可以显示60它应该怎么样？它要把它转换成 one hot 的形式。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学到应该要这样做，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为什么？那个叫普通叫普通。所以呢，如果你的这个答案有进行 one hot 的编码的话
那你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要用交叉商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选用什么？你要选用普通交叉商，好，你要选用普通交叉商。那另外一个啦，这个不是那么普通的交叉商叫什么？它的讲法叫做稀疏交叉商。什么叫稀疏交叉商？稀疏的交叉商就指说这个地方呢，你不用去做 one hot 哦，你不要特别是什么？它如果答案是99就给他。他答案如果是60啊，就是那个 C 法100里面，他如果答案60啊，60就直接给他。为什么？其实不是说它可以直接对应到一个整数上哦。我们现在就变成说，我们好像知道那个答案是多少，我们就直接跟人家讲说，他就直接对应到那个答案。那是因为在他的方法里面，他自己会先去做一次 one hot 哦，只是他的 one hot 不用由我们下去做。好，所以呢，如果你原始的资料本身你没有下去做 one hot 的话，你要下去做分类的话，请使用稀疏交叉商。如果你在这过程中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跟前面的方法下去做比较嘛，所以我们可能会先手动先下去做 one hot。如果你有去做 one hot 的话，记得要用普通交叉商。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看一下它的这个执行的效果来，我写在下面这次 compile 呢，我们就直接最优化方法一样使用 ADAN 一定要使用 ADAN。好，然后呢，它的 loss 值的计算方式计算方式的话，如果你去查了一下啦，我们现在目前 loss 值有讲过那个 NSE 嘛，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会写什么东西？刚才上面有看到就是 NSE 有没有？好，写 NSE。所以呢，如果我要使用这个普通交叉商也好，或者稀疏交叉商的话，它有没有专门的字串？有啦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普通交叉商的字串。那如果是稀疏交叉商的话，它字串有点像这个样子你可能要去找一下这个很容易找得到。可是呢，找到好像没什么作用，为什么？因为呢，其实它要去操作这个方法呢，它里面有一些参数要下去做设定。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字串，字串没办法下去做设定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如果它训练要有成效的话，在这个 from logit 的这个功能呢，必须要把它打开它预设是没开的预设是 false 预设是 false。那预设 false 是什么意思？就表示你这一行程式码跟这一行程式码是一样的，这两个是相等的这两个是相等的。它的这个方法普通交叉商是没有开 logit 的没有开 logit 是什么？就是说他学完的那个成效，他并没有回到他权重身上他没有回去就没有学到了，没有学到就没有效果好，所以呢，我们这个 logit 一定要打开一定要打开。那怎么去开？那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你没有办法用字串，变成说你必须要找到它这个普通交叉商它真正的方法，放在 TF TensorFlow Keras 的这个 loss 的function里面呢，就有一个叫普通交叉商，然后它里面有个参数from logit 要预设是 false， 把它打开好，那剩下也是一样，我们定好了我们的最佳化方法，决定好我们这个 loss function， 然后呢也要求它显示它的准确度。好，来 compile。好，接下来我们也是一样这个时候呢，因为你 compile 过了你这个 model 基本上你资料应该就是重来的你就重新 fit。这里我们讲一件事情如果我 compile 完之后 epoch 做10次，可是我在这里按钮按了10次就它做完一次我再按一次总共做了10次。这个过程中呢，它的 model 的这个学习它是有叠加效果的那叠加效果一直都没有讲。好，那也就是说我在这里做10次呢，跟我这里按10次跟我设定 epoch 100的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好，那为什么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我在训练的过程中，因为它训练到最后它会发生过度拟合过度拟合有过度拟合的处理方式。在你不知道过度拟合之前呢，你可能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它在学的过程中不要让它学超过学超过之后后面就坏掉了后面就坏掉，所以就变成说它有可能在学的过程中你可能会保留一次训练的版本。好，那这个地方呢，你可能会反复做10次，然后你就会保留10次的版本有可能会这样做好，这样子基本上它就叠加的效果。可是如果说你去改变你的 model 里面的模型，改变它 compile 的方式基本上它原本训练那个东西就全部重来那就直接重来了。好，所以呢，我们现在让它下去跑，我们可以比一下一开始呢，它的这个准确度大概是45%啦大概是45%。那如果你是使用这个交叉商的处理方式一开始准确度就直接飙很高就一开始就直接进到75%。好，所以在只要是影像分类的部分应该说分类任务交叉商它特别适用于分类任务。那如果是用在影像处理的部分呢，我现在目前比较常看到大家都很喜欢用交叉商下去做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等它一下它现在目前 loss 值原本这边是 0.7， 我看上面是 0.06。好，
虽然它这个 loss 值的表现呢，在这个地方呢看起来好像比较低，虽然是比较低啦，可是整体而言啊，基本上它准确度其实没那么高。好，那透过这个普通交叉上的这个处理方式，所以它的 loss 值看起来没有很低可是它准确度基本上在它分类的过程中它已经达到一定的这个水准了好，那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啦？效果好不好？基本上你可能要把什么东西放进去？你要把 XKS 的 test 跟 Y-test 放下去做测试。在 fit 的功能它非常多啦，我们现在目前只介绍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只介绍把 training data 放进去，把 APOC 放进去。它其实呢，它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随时的搭配你的 XKS test 跟 Y-test 同时下去做验证。那 training data 跟 test data 在这个地方有哪里不一样这边因为它还在跑啦，所以我就解释一下training data 在训练过程中它是一个考古题。那个考古题呢跑完之后呢，它会自己去这个应该算是做这个自我学习啦，它会去做反省的动作啦所以呢，它越考越多次呢，它都每考过一次呢，基本上它就会去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它的考试的效果就越好。它从第一次考76分，最后变79分，再变80分，变81，变83现在是第5次的 APOC， 所以它已经考5次了。好，所以它会越考越好。如果你在 fit 的过程中呢，有带什么东西，有带 test 的资料的话，比如说考古题归考古题考古题考完的时候呢，他会直接用那个真正的模拟试卷让他下去做模拟，然后他有要求就是模拟完他虽然我们知道结果，可是他不可以去学模拟试卷上面的东西。好，也就是说只有 training data 它会具有全年的效果 ，test data 啦纯测试纯粹下去做检验，他看即使他碰到那个题目啦，他也不可以把他的那个结果当做他的错误的认知。把它给学习起来他不让他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的 training data 跟 test data 基本上它就变得比较有意义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 loss 值从 0.7 一直现在目前降到 0.4 然后呢，它的这个准确度从76分一直上升到86分，所以你发现它的这个方法之前我们那个方法并不是说那个方法不好啦，是因为它可以用的方法实在是太多，你必须要从里面去找出一个适合你的方法。好，所以呢，如果不知道的话啦，不知道就是从我们目前已知的方法一项一项下去试，所以我们都会讲最简单的是什么使用 ADAN 搭配 NSE 下去跑看看，如果它会动的话，只代表一件事情不是说它好不好。如果那个模型会动的话，就表示你的 input 的资料是正确的，你的 output 的资料应该也是正确的，接下来你的模型可能是可行的。后面就是你要去分析一下它的这个跑出来的成效，那个 loss 值跟准确度下去做分析。好，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它在训练的过程中，如果说你已经知道了它的那个资料，例如说10个分类里面每一个资料刚好它是占1/4嘛，刚好是占1/4，然后你训练完，在训练过程中发现那个 loss 值好像都降不下来，然后你发现你那个准确度一直维持大概是 0.1 左右，就是说10个分类里面他只学那 10%， 它准确度只有 10%，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去检查一下你的资料你为你的那个答案的那个比对跟内容，它的那个资料的格式上面是不是有错误因为它有时候比较明显的错误，它在执行的过程中基本上它会就直接在跑的时候就直接跳错误了可是有时候它不是那么明显，例如说你可能在 array 里面又包了一个 array它在资料处理上面它如果没有这个确定到这件事情的话，虽然它学还是可以学，可是你会发现你的准确度一直都停在一个很奇怪的比例上面那个比例呢，如果是刚好是占你的这个学习资料的一个百分比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确定你的那个答案的那个标签的设计上面应该是有问题的好，它现在这个地方跑完了我们看一下，最终它的 loss 值虽然是没有到非常低它只有 0.3 loss 值只有 0.3， 可是它准确度非常高0.88如果照这个样子再让它下去训练个 APOC 50次或100次基本上它准确度就会达到一个满意可用的这个水准了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介绍到这个地方。